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精打细算，流量给老板赚钱了吗？如果说有谁比股民更关心上市影视公司的财报，那肯定非饭圈莫属，甚至后者更为真情实感，与有荣焉。这些天，随着上市影视公司相继发布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，王一博、程毅等流量小生的粉丝也在将喜讯奔走相告，称财报显示哥哥们为上市公司赚钱啦，并配以财报截图以彰显有理有据。从最广为流传的2张截图可以看出，王一博被博纳影业、中国如意财报提及，主要涉及《无名热烈》2部电影。程毅则是因为剧集《莲花楼》在欢瑞财报中被提及，尤其是其他重要事项里提到，欢瑞与爱奇艺合同中有一部已经播出的剧目 A， 收入金额高达 2.264 亿。结合当前爱奇艺播出的欢瑞剧集，普遍认为剧目 A 就是《莲花楼》，于是乎的话题还因此上了微博热搜。程毅粉丝踊跃将其视为程毅商业价值飞升的标志，给人一种程毅已然成为一线流量小生的印象。王一博粉丝则以财报截图回击那些质疑金鸡奖提名的观众，用真金白银说话，让无知看客清醒。内娱群众吃瓜吃的真是越来越有深度。谁说追星耽误学习了？人家粉丝都用财报打舆论战了。但看财报毕竟是个技术活，单凭一张截图，不结合上下文，很难判断真实情况。应唐军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试图从财报原文中一探究竟。2025年了，流量小生在剧圈和影圈是否还能给上市公司带来举足轻重的价值？当年叱咤风云的明星概念股，是否早成远去的股角争鸣？只是在我们的记忆里余音绕梁。剧圈流量不复当年，降本增效明显。判断一部剧赚钱与否，一是看剧集公司财报，二是看播出平台财报。而前者很少存在赔钱的情况，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，因为剧集公司大多能以超成本价把剧卖给平台。后者则主要看剧集的广告招商与会员收入是否能超过购剧成本，这就存在盈亏问题。所以莲花楼是肯定能为欢瑞赚钱的，只是 2.264 亿的收入到底算多算少，那就要看拍剧的成本。据欢瑞世纪2025年半年度报告显示，莲花楼所使用的调整后投资总额是1亿元。但这并不代表莲花楼的成本是1亿元，调整后投资总额指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，是指募集资金分配给莲花楼的情况。一家上市公司拍一部剧集的成本，分为自筹资金和募集资金。我们无从知晓莲花楼的自筹资金，也就无从判定能赚多少。那么，爱奇艺 2.264 亿买莲花楼，价格算给的高吗？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欢瑞最新3季度财报里提到与阿里巴巴的关联交易信息，已播出的当代都市剧《古装仙侠剧1》《古装仙侠剧2》共计为欢瑞创收5亿元。结合欢瑞在优酷播出的剧集，应唐军推测这3部剧应该是《南风知我意》和《沉香如屑》上下部。再结合欢瑞2025年的半年报，在《南风知我意》播出前，欢瑞与阿里巴巴的这笔合同回款了 3.5 亿，因此不难推测出《沉香如屑》和《南风知我意》的价格可能分别为 3.5 亿、1.5亿。那么回过头来看，爱奇艺给到程毅莲花楼的价格，远逊于他与杨紫共演的剧，比他出演的低成本现代剧也高不了多少。再来对比一下吴磊出演的现代剧《爱情而已》，莲花楼真的不算价高。据柠檬影业2025年的半年报显示，截至7月24日，柠檬关联腾讯科技的交易金额为 3.4 亿元。
而翻看柠檬今年上半年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剧集片单，仅有《爱情而已》一部。当然，还必须要说明一下，无论是柠檬的《爱情而已》，还是欢瑞的《沉香如屑莲花楼》，都是长视频降本增效浪潮前签订的合同。如今可不会再有如此好光景了。欢瑞财报提到，与阿里、爱奇艺的2单合同都是签订于2025年，且后续都签订了补充协议，降低了最初的合同金额。阿里巴巴订单从5.9亿元降至5.3亿元，爱奇艺订单从6亿元降至5.4亿元。即使是那些金额没降的旧合同，也不一定能收到全款。唐德2025年半年报显示，2025年与腾讯签订的关于无间的2亿合同，确认的销售收入金额仅3000多万，而另外一单3.6亿的合同，现在还没有动静。稻草熊的2025年半年报也显示，作为爱奇艺亲儿子的稻草熊与其签订的新交易金额都不如去年同期，欠的应收款金额都比新交易多。影圈流量能赚钱，但不如院线。流量艺人在剧圈的价值受限于降本增效的大环境，但在正迅速复苏、整体向好的电影圈，却也没能让资本如愿。关于无名给博纳赚钱了没，圈内说法不一。首先，博纳在最新的3季度财报里实现了4.7亿元营收，同时净利润也扭亏为盈，达到了2855万。但这和无名没有什么关系。该财报在变动原因分析一栏里写明了，是因为暑期档电影市场整体票房增长，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同期有所增长导致的经营利润增加。换句话说，其实是博纳院线业务受益于暑期档大盘赚钱了，整篇财报并没提无名2字。博纳倒是在2023半年报里提到了无名，称电影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.1亿元，同比下滑76.48%，并解释下滑原因是博纳主控无名别叫我赌神、参头风再起时长空之王，总票房与去年同期相比，量级远远不及长津湖之水门桥。其次，关于无名的成本，也并非粉丝截图财报的7000万。该截图并非出自最新的博纳财报，而是来自博纳去年的首次公开招股书，里面清楚写明了公司拟投资10个电影项目，预计总资金需求48亿元。公司拟投资总额为16.8亿元，其中使用募集资金10亿元，其余使用自筹资金。也就是说，7000万指的是公开募集资金用于无名的钱，并非无名的投资总额。同时，首次公开招股书里被忽略的另一张表格，其实明确提出了当时后期制作中的无名耗资1.49亿。如果加上后期宣发费用，无名成本应该是在2亿加。所以按无名最终9亿票房来算的话，片子可能赚钱了，但只能算小赚。与博纳院线业务在暑期档赚到的钱相比，不值一提。至于热烈为如意赚钱与否，则很难从财报里找到答案。如意2025半年报里只提到热烈收获了口碑，而其强调将大幅提振公司利润的是杨洋主演的剧集《我的人间烟火》。这也再次提醒我们，因为销售模式不同，剧集市场反映的是1-2年前的流量格局，电影市场则如实反映当下谁更卖座。相比热烈的赚钱争议，暑期档票房冠亚军张艺兴主演的孤注一掷，朱一龙主演的消失的她，则是毋庸置疑的赚钱了。阿里影业的财报都有提及。易烊千玺主演的满江红则被猫眼、欢喜财报提及。但所有财报大篇幅提及的都不是某部电影，而是今年整体电影市场向好，暑期档票房连创佳绩。到底谁在给资本赚钱，大家都门儿清。今天比流量更赚钱的是什么？从欢瑞2025年半年报提到收入前5项目里，
1人1的收入比不过部分电视剧的多轮授权，1人2的收入比不过电商收入。不知道是否能理解为任嘉伦、程毅分给欢瑞的收入比不过旧剧版权授权费与电商收入，甚至说欢瑞还不如多投一点去年春节档《熊出没》重返地球的份额，可能都比所谓明星艺人赚得多。光线更是亲身证明，绑定流量艺人不如绑定国师张艺谋。国庆档一结束坚如磐石，票房不到10亿的时候，光线就发公告称，以当时票房预计将营收3至3.5亿。现在电影已达13亿票房，营收区间应该掉至4亿以上。从狙击手开始，张艺谋已经成为了光线的摇钱树。光线与张艺谋还有一部电影《第20条》，由雷佳音、马丽、赵丽颖、高叶主演，讲述有关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故事，定档明年春节档。剧集公司的财报则普遍大篇幅提及短剧业务。柠檬2025年半年报提到，正致力于打造微短剧赛道的头部厂牌，并实现了业绩增长。2025年上半年，集团实现经调整净利润 1.39 亿元，同比增长 32.1%。2025年初，柠檬微短剧29领跑微短剧春节档，在抖音平台的正片播放量超8亿次，相关话题在全站总播放量 14.5 亿次，为平台微短剧最高水平。华策今年虽然卸货了不少长剧，但仅有趣有风的地方被华策与芒果财报大幅提及。至于该剧是否归功于流量离线，群众自由判断。而华策去年大篇幅介绍的电影业务，今年并没有太大推进，仅拍摄完成一部由董子健导演、刘昊然主演的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。圈内最关心的大 IP 刺杀小说家倒是先拍了短剧。华策也在最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里回应了投资人，正在积极关注短剧业务。怎么一夜之间短剧又炙手可热了？因为眼下包括华策在内的影视传媒股大涨，正是源于一款来自 Steam 平台的游戏短剧《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》。这款售价42元的游戏一经发售就连日登顶 Steam 国区畅销榜，仅半个月就收获了超 1.8 万条好评。现在对于影视公司来说，短剧已不止于短视频平台上的增收业务，更是一把开启游戏掘金的钥匙。其实这股互动剧的风2025年就刮过，当时咱们媒体人还把2025年尊称为互动剧元年。从国外 Netflix 的《黑镜》、潘达斯奈基到国内爆款《隐形守护者》，彼时人人以为互动视频会成为风潮，以后看剧还要随时出手点，倒是很适配眼下流行的雄竞剧。当时各大视频平台几乎都有尝试，有作品以悬疑向、女性向为主，但始终没有出现真正的大体量爆款，这股热潮也就随着疫情到来中断了。如今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，重新点燃了互动剧的火苗，也为影视传媒股带来了久违的话题性。虽然我们深知，上一轮互动剧探索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，且并未在新爆款中看到答案。新爆款本身的成功很大源于价格低廉。新颖猎奇就说这个尺度和倾向，一旦有大批量、大体量产品投入市场，不随时下架才怪。但毕竟继去年的 AI 潮之后，影视传媒股已经很久没有新故事可讲了。而从当年的明星概念讲到如今的技术概念，一切似乎更进步了，也更摸不着边际了。